那个您那时候讲桩，嗯，请一个同学推您，然后您整个两，对对对你就讲说您的结构对对对维持的。对，那如果说今天我在行拳的过程里面，我如果是这只脚是还是在虚的时候，我这边的当劲如何维持？就是提住啊，提住。所以虚脚并不虚啊。对对，您那时候对啊提到嘛，对啊，如果说我这边这里的时候，其实是蹬住它，这个还是在的。对，但是这个前提是说我这两只脚是碰到地上，所以我可以从这个蹬来维持这个挡劲。对。但是我说我虚的时候，因为老师您那时有讲说，我今天即使我的后脚跟是空的，我仍然要维持那个踩下去的感觉。不是踩下去，是那个筋啊，还是要往后拉住。对，谢谢。第二个问题是说，老师曾经有教过那个学长他们，是用他们说那个穿那个一半的鞋子。对。那个的作用是什么？第一个是把我们的落地啊，脚的那个脚底的弹性练出来，就是这一段，就是前脚掌这一段，就是不要习惯是脚跟落地，脚跟不要习惯性的落地。可是脚跟虽然是没落地，可是脚跟往下的那个劲不能断掉。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？是说我上礼拜不是练习这个嘛？练习这个的时候，我发现到说，当然我有很多的进步，但是相对来讲的话，我就觉得说，我的重量会放到脚跟上来，脚掌那边虚的，所以我就想起说，老师曾经说，请大家去穿那个鞋子，你就不是你那个要调哪里呢？要调腰，要调这个，就是你的腰稍微松掉以后啊，你的胸腔会自然往前移。胸腔会自然往前移，就是含胸的意思。对，它就平含胸的时候，这个整个的结构就会让这个东西下去，它就平衡住了。哎，含胸是什么？含胸拔背是怎么来的？好，我先讲一个可能错的答案。含胸拔背其实就是这边是放松下去的，让这个肋骨往下。它这边也是两个让两个肩胛骨透过那个两肋骨的中间这样下去，而自然形成的一个圆弧，而不是拱成的。不完全。含胸拔背是同时完成的，也就是说，你看我们的那个胸廓啊，我们的胸廓肋骨是不是连接到后面的胸椎？对。连接到胸椎嘛，所以是我们这个胸廓是不是很重？胸很重吧？除了有那么多骨头以外，它里面还有脏腑啊、肺啊、心啊，是不是这么多东西？它是很重的，胸是很重的。所以当我们把这个胸松掉放下的时候啊，这个胸会往下落。当我们的胸往下落的时候，后面的胸椎就起来，因为它是一个这个。它是一个这个东西，所以你的腰一松，为什么腰松呢？因为我们人站起来以后，我讲过嘛，我们站起来以后，我们的结构是不平衡的，因为前面重量都在前面嘛，后面轻了嘛，是，所以我们通常是什么？通常不是用这个姿势来平衡，就是腰要用力，把胸抓住，用这个来平衡。所以腰通常都没松掉，所以当我们的腰松掉的时候，我们腰松掉，胸自然往前走。所以当我们的腰一松掉的时候，这个胸腔就落下来了。胸腔落下，你想想看啊，胸腔这个落下来，后面的肋骨它是不是就往上了？脊椎就往上起来了。所以含胸拔背是同时完成的，它是一个圆的两面。它是一个圆的两面，所以说它有这样下来的时候，我的力量就透过这个的角度改变，从这里下去以后，就让前脚掌会贴地。它的力量重心自然就会有一点往前移嘛。
所以你看小孩子，我不是常常形容我们去看小孩子吗？小孩子走路都是胸腔在前面，屁股在后面。OK，是吧？你有注意到？但是他的屁股后面跟我们翘臀是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它是重心平衡下去。因为小孩子走路他还不太会，他完全是用重心走，所以小孩子走路是他是这样走的，他是这样走的，他是重心在前面。我们走长也是这样走。我们走长也是这样，所以其实我要让我的重心从脚跟往前移的方法，就是把腰放松，让胸腔到前面来，自然而然我的重心就会 compensate 到对，因为这边它是很大的，所以它影响到我们重心非常非常重要。你看哈，我如果松掉它往前，它是不是就往前了？我如果变成这样，让它往后。我是不是就往后了？对。我的腰一偏松掉，让它往这边走，我们的身体就往这边了。所以它是在我们的身体上面一个怎么讲？一个调整方向、调整平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位。它大嘛，所以为什么胯松、腰松呢？因为我们的稍微松一点点，它的角度稍微变一点点，就出去，就影响到我们怎么动。对，那个势就出来了。落，看你的胸腔落在什么地方。松腰的目的，我刚才不是讲吗？让你的胸腔落下来。那胸腔要落在什么地方？胸腔落在腰眼。你来摸我的腰，你放到我这个腰这个地方。这里，就是横膈膜下面一点，肾脏的上面这个地方。我腰是这里。不是腰是这个地方是腰，横膈膜以下，这个是整个是腰嘛哈。那我们讲的腰眼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松腰它产生什么结果？你看哈，我这一松腰的时候，有体会到吗？还没有。你手放这边，你手轻一点，你才能感觉到变化。现在是没有松哈，我松腰，有体会到吗？胸廓是不是落下来？然后我的胸腔是不是往前移？你这个手放到我胸腔，这样是没有，这样好像军人我以前都这样站一样，是不是这样？一松掉的时候，你看啊，他这样子了，这边有塌下去。它往前移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看，我这个是这样子嘛哈，我一落，有没有？它是这样，然后胸椎起来了，胸椎，你这个手在摸胸椎，胸椎这个胸椎后面，脊椎的胸椎啊，我从这样子哈，我先这样子好了哈，你看落下。胸椎是不是起来了？你看，我再回来哈，胸椎，有没有松掉？它反而起来了，什么原因？是肩椎把它往上？不是，因为肋骨的后面都连接到胸椎上面去。你这边落下，后面就起来。老师刚刚讲的这个，所以胸椎一节一节就起来了，这就是拔背，拔是往上嘛，拔不会是往后吧？这样会懂？对，往上。所以这边落下来，后面就往上，你的胸椎就起来了。所以。沉肩坠肘，含胸拔背，沉肩坠肘，塌腰落胯是一件事情，是一件事。看不懂？因为老师以前曾经有教过一个，这样起来，这样慢慢，好像用肩椎沉下去，用肩椎把它一个个拉起来的感觉。那是练让脊椎拔开。让脊椎拔开，让你的肩椎会往下插，
肩椎要往下插，哎，所以我在感觉上是应该是这样子感觉。你就落下，你感觉这个落下后面起来，然后你的胸，你的压力会感觉到在这边，在这边，你的胸腔是放在这个地方的，所以胸腔跟腹腔要分开放，胸腔放在腰上面，然后落在胯，所以腹腔是放在胯上，腹腔是一整个嘛，包就是横膈膜以下的部位放在胯上，然后胸腔是放在腰眼上面，是两个部分。它是2个，可是它是同时的做到，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脊椎、胸腔往上，腰椎往下，胸椎往上，腰椎往下，它就直了。再问一个外行的问题，所谓的中定的那条线是在哪里？这个先不谈，你先做到这个。谢谢老师。